喂，阿兰，好久不见啊！静香，跟你说个事儿，我打算搬温哥华去了。啊，你不是在多伦多吗？挺好的，干嘛搬过来呀嗨，说来话长。？Hello，欢迎回到静香的频道。这前2天啊，我突然接到一个小学同学的电话，你没听错，我竟然还在跟小学同学保持联系，我这人缘太好了。他住在多伦多啊，其实我们已经很多年没有见过了。他也是去年呢才刚移民过来的，算是一个新移民。去年加拿大的疫情呢还是挺严重的，他这也算是逆行者了。电话里他告诉我，他要从多伦多搬温哥华来，问了我一些温哥华的信息，比如大温哪个城市安全，适合买房，哪里学区好，银行贷款都用哪家啊？我就大致的给他呢介绍了一下，然后对于他要搬过来的原因呢，我也表示好奇。他就说了一点，这多伦多呀太冷了。但其实这个理由呢，基本是众所周知了。加拿大呢，基本除了大温哥华，其他城市冬天呢都是超级冷。那多伦多人可能就不服了，你们温哥华不就是冬天暖和点吗？还有其他优点吗？多伦多没有地震风险这一点就完胜你们温哥华好不好？嘿，既然咱们说到了这一点，今天呢坐下来好好聊一下多伦多和温哥华的优缺点到底是什么。首先，第一点，从地理位置和地理环境上来讲，大温哥华在加拿大的西海岸，大多伦多呢在东部。如果是回国，温哥华是离祖国大陆最近的加拿大城市之一。比如回北京啊，飞机直达行程是10个小时左右，但是从多伦多回北京呢，就是13个小时左右。别看只多了这3个小时，对于那些不喜欢坐飞机的人或者有点恐高的人来说，多1分钟可能都不想忍受。像我就是那种在飞机上会看表倒计时的那种人。多伦多距离其他的国际大都市呢其实很近，比如纽约、波士顿。但是温哥华呢有一个最大的硬伤，就是地震风险比多伦多大。那说到地理环境呢，温哥华绝对胜过多伦多。温哥华是一个3面环海、一面靠山的地方，满城的绿色自然不必多说，空气环境好的不行。不过这2年呢，偶尔会有山火影响到空气质量，但就短短的2、3天，下场雨呢就没事儿了。从房价来说呢，温哥华和多伦多的房价呢可以说不相上下，全加拿大最高房价被这俩地方包圆了。2021年呢开始呢，这2个地方的房价基本是同时在增长。所以我那个小学同学呢，如果是把多伦多的房子卖了，来温哥华买房，那肯定是买得起的。现在这2个城市拿得出手的 house 呢，基本都200万起了。从天气来讲的话呢，算是老生常谈，但是又不能不提哈。温哥华下雨的时间呢，真的很多，大多数时候呢就是毛毛雨、阴天，有时上午下一会儿，下午就停了。非常喜欢阳光的人呢，可能受不了。而且温哥华呢，也不是不下雪。2021年底的那几场大雪还是令人心有余悸啊。这也是我理解了为什么因为天气原因，我的小学同学呢会搬来温哥华。每当下大雪的时候呢，温哥华的交通就会瘫痪，1小时的车程可以变成2个小时。去年底的那场大雪啊，真是让我搞懂了天气冷到底有多麻烦。我平时呢是开车上班的，大雪下完之后呢，即使把雪扫了，路上也有很多的暗冰。然后我就看着我那个车打了一个环又打了一个环，一路上都小心翼翼的，紧张的不行。这车距呢也离前面的车远了许多。然后这路上我就看到有的车打环无法起步了，还有好几辆 bus 呢都坏路边了。我一个朋友告诉我，他有一个朋友就是不小心走在暗冰上滑了一个跟头，结果左胳膊粉碎性骨折。这招谁惹谁了呀？听他说完了呢，我走路也变得超级小心了。老胳膊老腿受不了摔跤啊。然后你可能问我，开车那么危险，你就坐 bus 坐天车呗。但温哥华现在每天确诊人数几百上千的涨，我真是不想在一个密闭空间里跟其他陌生人站在一起。虽然都要求戴口罩吧，但是 Omicron 的传染力呢，大家也都知道，医疗口罩呢都够呛。下雪的那几天呢，我这心情呢就特别的不好，不仅仅担心交通出行的问题，还因为每天都要扫雪。大家都知道，住在 house 里的业主呢，每家每户都要在早上10点前把门口的便道上的雪清理干净，否则行人摔倒了，你可能会负责任。这不仅仅是一个约束了，也属于公序良俗吧，给他人给予方便吧。所以每天多了一项体力劳动。现在温哥华天气回暖了，雪都化了，我真是松了一口气啊。然后我就想，温哥华就下这么几场雪，
那其他城市冬天大雪连连，大家都是怎么出行怎么扫雪的呀？真是毅力与体力的考验啊！相对于下雪、下雨这点，我都觉得不算什么缺点了，至少我不会担心摔倒。这里提醒大家，家里有老人的，在下雨的时候要照顾好他们。从生活方便度来说呢，我是觉得温哥华呢比较方便，因为城市呢比较精致，没有那么大，买不同的东西呢，几分钟的车程，去几个店铺全部搞定。多伦多呢，则要开去好几个地方去买，位置也都比较远。温哥华和多伦多呢，都是华人的聚居地，尤其是温哥华，很多年前开始，即使一点英文都不会，在温哥华的列治文出门一点问题也没有，餐厅、银行、商场都有中文服务。我的小学同学问我，温哥华这边一般用什么银行，有没有服务好、值得信任的大银行？他希望他的资金呢可以安全一些。我说正好加拿大的满地可银行 BMO 给新移民推出了一个优惠活动，正好你来了这边呢，就得把开户行开到温哥华，处理资金也更方便。他就说那你就给我介绍介绍呗，你是我的小学同学，我信你。我正好呢也在这里分享给新移民观众朋友，加拿大历史最悠久的、拥有200多年历史的满地可银行 Bank of Montreal， 简称 BMO，为5年内登陆的加拿大永久居民和外籍劳工推出了 BMO New Start 银行理财计划。通过这项计划开通支票账户，总共可以得到价值高达600加币的优惠。这项计划包括符合一定条件呢，可以得到高达300加币的开户奖励。具体条件可以去我的描述栏里提供的网址参考。如果介绍家人开户，通过 BMO 的 Family Bundle 可额外获得50加币的奖励。刚来加拿大需要花钱的地方呢很多，能省就省点，能多挣点就多挣点吧，反正都是需要开户的，与家人共享开户优惠，何乐而不为呢？第1年可以免月费，现假设每个月的月费呢是16.95加币，1年12个月就可以省下203加币。这项计划呢还可以免掉为期1年价值60加币的小型保险箱费用。大多数新移民刚来加拿大呢，开始都是租房的，那么重要物品放在房间里呢，也就不那么安全了，尤其是和室友一起住的人，像是珠宝、手表、学校证件、中央证件等。所以保险箱呢，对于新移民来说还是很实用的。除此之外呢，进行国际汇款呢，还可以免1年手续费。如果你通过 BMO 的 New Start 银行理财计划开通了支票账户，还可以得到 Charter Mobile 的手机计划优惠，可以额外得到每月的3GB， 长达12个月的数据流量。开设 BMO 的这个 Performance Checking Account， 1年竟然可以省下600加币。反正刚来加拿大呢，都是需要开户的，同时给自己赢得一些额外的奖励，不是更好吗？各个家庭成员之间的账户信息呢，是独立且保密的，大家的隐私呢，也可以得到保障哦。在选择什么银行开户的这个问题上，即将可以告诉你 BMO 的服务质量在大温哥华地区口碑相当好，除了英语服务呢，还有中文服务，包括普通话和粤语。我近期呢，由于想买房投资，也在跟 BMO 的员工咨询贷款的事情。对于我的几十封问问题的邮件，对方真是不厌其烦啊，所以可以窥见出 BMO 的员工整体的一个服务态度和从业素养应该都是挺高的。在加拿大呢，我们需要经常跟银行打交道，不仅仅是取钱存钱那么简单，比如买房贷款、给孩子的银行申请 RESP 教育储蓄基金、做股票和基金的投资，都是需要跟银行打交道的。找到一个好的合作伙伴呢，还是很重要的。BMO 的各部门员工呢，会给你提供最适合你的理财投资计划。2020年 BMO 从加拿大众多银行中脱颖而出，获得了客户满意度最高的奖励。满地可银行呢，在加拿大有超过900家的分行，并引进了最新的 ATM 机设备，让你的自助存取款办理得更方便。在一个新的国度重新开始，需要很多勇气，也有许多挑战，所以在刚开始的时候呢，就要对自己的走的每一步负责，才会让你在未来的路呢走得更容易，也更远一些。选择 BMO， 带给你更轻松、更美好的未来。申请这项计划的网址呢，我也放在描述栏里啦。如果你符合条件注册，一定不要错过哦。从就业方面来说，还是要看具体职业的。最低时薪呢，温哥华所在的 BC 省从2021年6月起涨到了15.2加币每小时，后来者居上啊。多伦多所在的安大略省呢，2022年1月起涨到了15加币每小时。时薪上来说呢，温哥华比多伦多高出了2毛钱，但是工作机会上呢，多伦多无疑要比温哥华多许多。
多伦多是加拿大的经济中心，而且接近芝加哥这样的美东部工业发达地区，热门行业在多伦多的岗位还是很多的，比如金融、电子、旅游业，也是加拿大60%以上高科技产品的摇篮。最近几年呢，温哥华受美国西海岸、硅谷以及西雅图的影响呢，温哥华高薪职位就业机会呢，未来也会越来越多。对于娱乐消遣来说，多伦多是没有海的，但是有一个非常大的安大略湖。温哥华的海滩呢则很多，很多地方呢可以看到海景，而且温哥华夏天爬山、冬天滑雪都很方便。北边还有一个举办过2010年冬奥会的惠斯勒 （Whistler）， 也是世界级的滑雪胜地了。在多伦多出差的时候呢，我去过一次 Blue Mountain， 就是蓝山度假村，感觉有点像小型版的 Whistler， 夏天也挺美的。总体来说呢，回到多伦多和温哥华哪个比较好，还是看你自己的需求是什么。如果你本来就是喜欢大城市，阳光必不可少，相对较快节奏的生活，喜欢在事业上拼搏一点的话，多伦多呢可能会比较适合你。但如果你从国内过来呢，就是想远离都市的喧嚣，贵重闲适、恬淡安逸的慢节奏生活，比较想要工作和生活呢有一些平衡，很喜欢滑雪、看海和吃海鲜、吃日餐的话，温哥华比较适合你。在这边也生活了这么久啊，我个人的感觉呢，是我还是挺喜欢温哥华的。我曾经离开温哥华去中部念书，有个朋友就跟我说，你以后还是会回来的。的确，我回来了。如果需要打拼一番事业，我觉得还是回国打拼机会更多。既然选择移民加拿大了，我就要选个无论是气温环境还是生活气息节奏都要适合生活的地方，所以我选择了温哥华。如果视频前的你呢，也住在或者住过温哥华和多伦多，那就请发表一下你的看法吧，留言告诉我。好啦，这就是我本期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啦。还有最重要的一点，不要忘了帮我点赞、订阅并打开通知小铃铛啊！如果你是新民或外籍持工签的劳工，而且要去开设银行账户，就去我描述栏里找 BMO 的 BMO New Start 银行理财计划的申请网址哦。岁月静好，环看静香，生活明朗，万物可爱。我愿与你分享北美移民生活信息和实用心得。总有一天，让我们相聚于北美大陆。我在这里等你，我们下期见啦！